find. If we take the lines away, the most interesting star, I think, the star that could be shocking in our sky is this one, Betelgeuse or Betelgeuse. It's a red giant star. If you put it where the sun is, it would extend out to the orbit of Jupiter. It's enormous. It's very unstable. It's about to explode. 最近1个多月来，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带我们进入了一个充满惊奇的天文世界。但在这些新奇的发现中，有一个特别吸引眼球，它让科学家们都目瞪口呆。最近，天文学家们把韦伯望远镜的目光锁定在了天空中的一颗耀眼明星申宿4。望远镜捕捉到了一个异常的信号，科学家们在迫不及待地开始解读和分析韦伯望远镜的这一发现。这一发现激起了一场轰动，因为这可能预示着一场宏大的超新星爆炸即将上演。尤其是英国知名物理学家布莱恩·科克斯认为，申宿4的超新星爆炸即将到来，可能一触即发。这一发现引发了各种关于这场史无前例的超新星事件可能给地球带来的影响的猜测。下面我们一起随着布莱恩·科克斯对此的见解，探探詹姆斯·韦伯望远镜这一惊心动魄的发现，深入了解申宿4即将发生的爆炸。申宿4这个宇宙中的巨无霸，就像是个天文奇迹一样，让科学家们对它的怪异跳动和不可预测性感到好奇不已。想象一下，一颗恒星要是想成为超新星，得至少比我们的太阳大8倍哦。而申宿4，它简直是个超级巨星，它的体积是太阳的700倍，质量是太阳的15倍，让人难以置信。科学家们对申宿4那些难以解释的极端的特性感到非常敬畏。他们利用韦伯望远镜和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像侦探一样追踪太空中的这些天体现象。他们在仔细研究数据后，惊讶地发现，从猎户座传来了一些特别的光波。申宿4位于猎户座的左肩，是一种半规则变星，这意味着它会时不时地变暗，就像夜空中的一盏忽明忽暗的灯塔。这种不规则性让我们能够估算出它距离地球大约475到642光年。每大约430天，申宿4就会变暗一次，就像太阳表面偶尔出现的黑子，只不过它的规模要大得多。到了2021年2月，这颗超巨星进入了一个特别暗的周期，亮度指数降到了正 1.64， 虽然仍然很亮，但比平时要暗一些。申宿4的光辉并不是它唯一吸引人的特点，它那标志性的红色调来自于它表面大约3200多摄氏度的温度，这比我们的太阳大约5200多摄氏度要冷得多。因为这种较低的温度，申宿4单位表面积发出的能量比太阳少，所以尽管它是我们所知最大的恒星之一，但它看起来比预期的要暗淡。可能它更喜欢让其他恒星成为焦点吧。但无论如何，申宿4一直都是我们夜空中最显眼的明星之一。它的名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天文学家托伊诺米的时代，那时人们只能根据恒星的颜色和在夜空中的位置来描述它们。现代天文学已经发展到了可以使用高科技仪器和技术来精确测量这些天体的各种细节。通过分析申宿4发出的光，科学家们已经揭示了它的大小、温度范围和化学成分等重要信息。哈勃太空望远镜作为我们的宇宙侦探，它用那些详细的图片向我们展示了红超巨星的表面，就像一幅绚丽的画卷，描绘出气体和尘埃云的奇妙图案。这些神奇的观测帮助科学家们像搭建乐高一样构建起恒星行为的精确模型，给我们带来了对这些星辰未来演变的洞见。在智利的先进天文台阿尔玛，科学家们捕捉到了申宿4表面的超高分辨率图像，好像是给这颗红超巨星做了一次细致的体检，让我们对它的结构和行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阿尔玛的技术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从申宿4表面伸展出来的一股巨大的气体雨流，这个雨流就像是申宿4自己的流星尾巴，被认为是由这颗恒星的脉动引起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为何它的行为如此独特，变化如此频繁。这些脉动是由对流引起的，就像热气球上升、冷气球下降一样。这种周期性的运动就像在申宿4的大气中掀起了波浪，导致它膨胀和收缩。
参宿四的表面还有一些被称为恒星斑点或磁斑点的暗斑，它们就像恒星的美丽质点，对应着恒星磁场最强的区域。这些磁场创造了比周围气体更冷的区域，阻碍热气体从恒星内部流向表面。参宿四的磁场被认为是太阳磁场的数千倍之强，在环形区域内困住气体，形成了强磁活动区，在图像中呈现为暗斑。恒星斑点并不是参宿四独有的，它们是一种常见的宇宙现象，包括我们的太阳在内的许多恒星都有这样的特征。参宿四表面的暗斑被认为比地球大得多，覆盖了高达20%的恒星表面。这些恒星斑点直接影响了恒星的亮度，使它随时间产生波动。存在的恒星斑点越多，恒星就越暗，这是因为暗斑覆盖的区域更冷，与那些磁场较弱、发出更多光线的区域相比，它们发出的光线更少。最近从参宿四那儿传来的引力波数据让天文学家们坐不住了。看来我们的这位宇宙巨星正在走向生命旅程的尾声。但是呢，像参宿四这样的巨星，它们可不会就这么悄无声息地退场。简单来说，它们的离去绝不平凡。这些超巨星的最终篇章，就像它们的体积、光辉和壮丽一样，以超新星爆炸的方式戏剧性的谢幕。科学家们现在都在研究这样一个超新星爆炸会发生的可能性。如果真的发生了，研究人员希望能早点来临，因为这样的盛世对于我们了解宇宙来说可是无价的。如果参宿四以一场壮观的火焰气体球告别，那么这次超新星的影响甚至可以从地球上观测到。即便在白天的明亮光线下，从参宿四传来的信号和数据也在告诉我们，这颗红超巨星的宇宙之旅只是时间问题。不过，这场宇宙性的谢幕究竟什么时候会来，还是个谜。最近由韦伯望远镜和哈勃望远镜收集的数据显示，就在几年前，这颗红色的半规则变星经历了一次重大爆发，好像是它在抖落身上的重负一样，失去了大部分可见表面。这次爆炸导致了参宿四大量表面质量的喷射，让人们开始怀疑它是否即将彻底爆炸。这次的大规模喷射和大量尘埃云的规模对科学家们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它与年轻恒星和垂死恒星的典型行为大不相同。我们的太阳虽然也经历过日冕质量抛射，也就是一点点外大气的损失，但与参宿四喷射的强度相比，那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来自韦伯望远镜的观测显示，这颗红巨星正在慢慢从这次大规模喷射中恢复过来。尽管科学家们持续审查，但最近围绕参宿四的现象依然是个大谜团。这颗恒星最近的活动为科学家们提供了一次宝贵的机会，以便能够努力解开这颗天体巨人的复杂性和奥秘。韦伯望远镜的观测就像是一场宇宙侦探剧，揭示了红星在接近生命末期时是如何失去质量的。科学家们发现，这些恒星在它们的核心聚变反应式开始冷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减肥大动作，这最终导致了多次壮观的超新星爆炸。而且呢，失去多少质量，直接影响它们的命运。参宿四最近的显著减重，可能预示着它的大结局就要来了。这一进展让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们非常关注，以努力去弄懂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认为，参宿四的这次大规模质量喷射是从它表面上那些覆盖几百万公里的巨大对流雨流中产生的。这些雨流从恒星深处涌出，带来了强烈的脉冲和冲击，导致恒星表面的一部分被喷射出去，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冷表面区域。在这次质量喷射引发的尘埃下，参宿四正在努力从这场巨大的动荡中恢复。失去的质量之多，相当于我们的月球重量的好几倍。这些尘埃散播到太空中，冷却下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尘埃云，阻挡了恒星光线到达地球。这种阻挡造成了2019年参宿四的明显变暗，持续了好几个月。这次变暗如此显著，以至于连没有高级仪器的业余天文爱好者们都观察到了恒星光辉的显著减少。2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和天文学家一直在密切关注参宿四的每一个动作，记录下这些引人注目的变化。科学家们最关注的是这次恒星表面爆发的重大影响。
Trace 和哈勃光谱的分析表明，虽然外层可能很快就恢复正常，但恒星表面还处于不稳定状态，正在等待整个光球重建过程的完成。虽然我们的太阳也有过日冕质量抛射，就是外大气层的一点点流失，但太阳的这些小动作与参宿4最近的表面质量喷射相比，规模就小多了去，所以这两种事件可不能一概而论哦。参宿4这个宇宙老将，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就像是在做慢慢的拉伸运动，逐渐变得更加庞大。想象一下，如果它取代了太阳的位置，它逐渐庞大的边缘会伸展得比木星的轨道还要远。它那红彤彤的颜色告诉我们，这颗恒星已经进入了中年危机，耗尽了它的氢燃料，导致核心开始坍缩，而外层则膨胀得像个气球。与此相比，我们的太阳还算是个年轻小伙子，离达到这种成熟的阶段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科学家估计，太阳还需要50亿年才会进入这个阶段。到那时，预测它的半径会膨胀到达火星轨道那么大。2019年末，参宿4的突然变暗让科学家们都围观起来，对这颗恒星的行为变化特别感兴趣。这颗超巨星虽然在几个月内又恢复了光辉，但科学家们对它变暗的原因充满好奇，有种种猜测，比如说这是它在即将爆炸前的收缩，标志着它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但韦伯望远镜的数据打破了这种猜想，揭示了明显变暗其实是因为喷射出的尘埃云所造成的。随着这个谜团的解开，科学家们现在认为超新星事件预计还得等上150万年才会发生。已经确认了参宿4的颜色在过去2000年里从黄橙色变成了红色。结合这些信息和理论计算，科学家们推测参宿4大概有1400万年的历史。这个推断把这颗红超巨星放在了它生命晚期的阶段，预计它会在接下来的150万年内爆炸并消失。但是，有些科学家认为，仅仅从这颗老迈的红星探测到引力波，并不能预测它的即将终结。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萨尔瓦托雷·维塔利就表示，从参宿4方向探测到的波，可能并不一定是起源于参宿4本身。维塔利强调，在超新星爆炸之前，通常会释放中微子，但在参宿4的情况下，这还没发生。参宿4在夜空中依然发着光，虽然比平时要暗淡一些。这样的情况让人们觉得它不太可能是那些神秘引力波的源头。还有一个谜，那些被捕捉到的波真的是引力波吗？因为它们好像缺乏我们知道的那种合并事件的特征，所以这些波究竟从哪儿来的还是个谜。虽然我们已经能确定不是地球上的某种干扰造成的探测噪声，但这些波的真正性质还是挺让人捉摸不透的。超新星虽然看起来很酷，但在爆炸时它们释放的高能辐射可是大有危险。它们发射的伽马射线可能比我们太阳的能量还要强上千倍。如果这些射线朝着地球来，可能会损害 DNA， 对地球上的生命构成威胁。关于参宿4是否将成为下一个超新星，研究人员们的争论还在继续。有人猜测它可能快到尽头了，但也有人认为这颗红巨星可能还能活上成千上万年。我们银河系最近一次观测到的超新星是在1604年，虽然也可能有些近邻超新星被大气中的气体和尘埃遮住了，但像1054年那次超新星爆炸留下的蟹状星云依然是过去事件的证据。1987年在大麦哲伦云和开普勒超新星中观察到的超新星，则是发生在我们银河系外的星系中更近期的事件，这些都凸显了宇宙的动态本质。简单来说，在我们的银河系中，亲眼目睹一颗恒星爆炸是相当罕见的。天文学家估计，我们的银河系平均每个世纪会经历1到3次超新星爆炸。与开普勒时代的天文学家相比，现代的天文学家为这类事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现代望远镜不仅能捕捉到可见光，还能提供超新星在附近观察时可能的外观动静，而像韦伯望远镜这样的红外望远镜则超越了可见光的范围，能穿透气体和尘埃，揭示那些传统望远镜看不见的天体奇观。天文学家们不仅仅用望远镜观察光线，
他们还有一些超酷的专用探测器来探测超新星发射出来的中微子和亚原子粒子。还有呢，他们用引力波探测器来感知宇宙中的微小振动，这为超新星的研究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说到超新星，它们主要分为2大类。第一类涉及的是白矮星，因为失控的核反应而发生爆炸。第二类，也就是核心塌陷超新星，发生在恒星耗尽核燃料后，在重力作用下塌陷形成的。第二类超新星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它们不仅发射光，还能发射大量中微子。这些中微子的发射可能在可见爆炸前的数小时甚至数天就开始了，让探测器可以提前捕捉到这些信号。最近，参宿4的亮度波动引起了人们对它可能爆炸成超新星的猜测，但最新的研究显示，它的变暗可能是由于恒星表面的尘埃云或类似太阳黑子的活动造成的。虽然人们对这颗巨大恒星最终爆炸的期待仍然高涨，但天文学家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超新星预警系统，叫做 ESNUS。这是一个遍布多个国家，甚至包括南极洲的中微子探测器网络。如果银河系的超新星中微子到达地球， ESNUS 会自动通知天文学家，为研究这个事件提供宝贵的数据。期待已久的 ESNUS 2.0 旨在提升三角测量的能力。自1987年的超新星以来，中微子科学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在下一次银河系超新星事件期间，全球探测器网络有可能捕捉到成千上万乃至数十万个中微子。在一颗坍塌的恒星形成黑洞的事件中，中微子流的突然停止可能会标志着这种现象的发生。而天文学家在寻找消失的恒星时，可能会通过观察已知恒星列表中的空白区域来识别潜在的黑洞位置。这些巨大恒星的命运通常是以壮观而破坏性的超新星爆炸告终。虽然超新星爆炸看起来很酷，就像夜空中的烟火一样壮观，但如果它们离地球太近，就可能带来不小的危险，让大家都有点坐不住。科学家在月球岩芯和深海样本中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放射性铁原子铁60，这告诉我们大约在300万年前，地球附近就发生过一次恒星大爆炸。这些独特的原子是超新星爆炸遗留下来的迹象，让科学家们能够研究那些恒星爆炸背后的核过程，还揭示了人类历史记录之前的宇宙世界。那些发生在地球附近的超新星可能释放了大量辐射，对我们构成潜在的危险。在地球45亿年的历史中，我们这颗蓝色星球经历过各种挑战，像巨大的撞击、火山爆发和冰河时期，但生命一直顽强地存续下来。就像地球上的烟花一样，超新星爆炸从远处看可能是壮观的，但对近距离的观察者来说就可能危险了。临近的超新星爆炸可以通过2种方式影响地球上的生命。首先，在爆炸的前几周和几个月内，它们会发射高能伽马射线，虽然被地球大气层挡住了，但还是会严重损害臭氧层。然后，几千年后，随着爆炸冲击波的到来，高能宇宙射线会损害臭氧层，还有穿透性的缪子粒子会直接影响地球和海洋生命。有些超新星在爆炸后长达10年里都在释放持续而强烈的 X 射线辐射，对臭氧层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些 X 射线明亮的超新星危险半径很广，因为它们强大的 X 射线辐射。本质上，银河系的危险水平因超新星的破坏潜力而上升，这种潜力足以摧毁生命圈，让我们的世界暴露在致命的辐射之下。最近的研究发现，一种特殊类型的超新星爆炸，甚至在几年后还能破坏一个行星的臭氧层，这就像是给我们揭示了一个新的宇宙危机。想象一下，尽管银河系中有数千亿颗恒星，但单单一个超新星就有能力超过它们所有的亮度。比如说，如果参宿4即将爆炸，虽然它距离我们超过600光年，但当它变成超新星时，它将成为我们天空中第2亮的物体，甚至能比满月的月亮还要亮。这种耀眼的景象，甚至在白天也能一览无余。虽然超新星发出的可见光只是它产生的总能量的一小部分，但它发射的高能辐射，主要是 X 射线和伽马射线，却是引起人们关注的重点。虽然强烈的光线可能会导致眼睛受损，
但真正的危险来自于那些高能辐射。这些辐射能催化氧气，耗尽臭氧层，让地球表面的生命暴露在太阳的紫外线之下，可能导致灭绝级别的事件。超新星的最初几秒钟会释放出巨大的辐射爆炸，但更大的危险可能在数百年或数百万年后出现。由亚原子粒子加速的宇宙射线会从爆炸的余波中喷发出来，这些宇宙射线可以撕裂臭氧层，并用致命的辐射覆盖行星表面。在深海核心和月球表土中发现的铁601一种仅在超新星中产生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大量存在，表明地球可能在过去几百万年内被超新星的喷射物击中。尽管目前没有任何即将爆炸的超新星威胁到地球上的生命，但天文学家已经告诉我们，这种新的潜在威胁已经浮出水面，提醒我们要对宇宙中的这些巨大事件保持警惕。想象一下，当一颗行将就木的恒星被大量物质盘围绕时，就可能发生一种特殊类型的超新星爆炸。这种超新星能够发射出既远距离又危险的辐射，对像地球这样的行星构成了威胁。当这种超新星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撞击到周围的物质盘时，就会让物质盘变得非常热，从而发射出大量的 X 射线辐射。这种辐射既有高能量密度，又能广泛传播。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显示，最亮的这类 X 射线超新星可能会吞噬掉一颗行星的臭氧层多达50%，在150光年的距离内造成潜在的灭绝事件。这种超新星就像是带着致命组合来袭，用 X 射线轰炸那些脆弱的行星，可能在最初的爆炸几个月甚至几年后发生，然后随后几百年或几千年到来的宇宙射线就会完成这一破坏过程，摧毁生命圈，直到它能恢复核再生期保护层为止。理论上，地球上的生命可能会因为一次近距离的超新星而受到威胁，但这种爆炸需要发生在非常近的地方。幸运的是，目前并没有任何迫在眉睫的超新星候选者构成这样的威胁。尽管近距离的超新星辐射爆炸可能是灾难性的，释放出的伽马射线、X 射线和紫外线辐射可能持续几周，但其影响程度将取决于爆炸距离的近远。地球的过去似乎也暗示了这一点。大约3.6亿年前的泥盆纪末期发生了一次全球性灭绝事件，科学家们怀疑这可能与一次超新星爆炸有关。证据在于那个时期的岩石中发现了被晒伤的植物孢子，这可能是超新星辐射的直接后果。你对这个可能发生的超新星爆炸有何看法？请留下你的评论。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免错过有关新科技的精彩报道。